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访问老杨生活知识频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得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如果你有个 iPad 或者 iPhone， 你用一段时间以后呢，你就发现你的容量越来越小。如果你到你的 iPad 或者 iPhone 的设置的话，你从这个设置里边找到这个通用，然后到通用里边呢，找到 iPad 的储存空间或者 iPhone 的储存空间。你打完以后呢，它会告诉你里边你的储存空间有多大，另外都有哪些东西。你例如上边这个方框呢，告诉你我总共是32GB 的空间，那么我已经用了27GB， 也就是说还剩了5GB。实际上这我把很多东西都清理完以后是这种情况。但是在这里边你能看到呢，最左边是红色的是 APP， 然后照片呢是那个棕色的，然后系统呢是深灰色的，图书媒体信息都占一点点，不是很多。但是其中有一个其他，最下面那个其他呢是浅灰色的，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浅灰色呢，大概占了有30%左右这个整个的空间。如果你向下边一直到这个屏幕的最下方呢，你能看到我的 iPad 有个其他有 12.45GB， 非常大。这个其他呢，你自己是很难把它删除的。这个主要是它在运行软件的时候，它存的一些垃圾文件或者 cookie 了这些东西。最好的办法呢，也就是你把你这个 iPad 重新恢复到出厂状态，这个其他部分呢就会明显减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显示呀，怎么来做这个事情。首先呢，你要把你的 iPad 或者 iPhone 插在你的计算机上，那个计算机上呢，你装有 iTube， 然后在 iTube 呢，先把你的手机或者把你的 iPad 先备份一下，备份到你的计算机的硬盘上，这样呢就是保护你的数据。随后呢，你把你的 iPad、iPhone 恢复到出厂状态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把你的数据重新装在你这个 iPad、iPhone 里面去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转到计算机上给你显示怎么样备份这个 iPad 和 iPhone。首先呢，把 iTunes 软件打开，然后把你的 iPad 插上。插上以后呢， iPad 要解锁， iPad 要问你信不信任这个电脑，你要打入你的密码，然后呢，你的 iPad 就连在你的 iTunes 上面去了。好，现在你看我这已经连上了，点击我的 iPad， 好，它就会显示这边就是我的情况。现在大家到下边呢，我把这个屏幕向上推了以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在最下方这个地方有显示我这个现在 iPad 里边的数据的情况。首先你点击这个 Backup， 因为我下午3点多刚刚 Backup， 但是我刚才呢又漏了一个录像，所以说我现在呢重新把它备份一下。这个不能着急，要等它备份完，然后呢，你就把所有你 iPad 或者 iPhone 上的这些数据呢，放在你的电脑上。这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再回到你的 iPad， 把 iPad 呢，给它恢复到出厂前的情况，把所有的数据全部删掉，所有的 APP 全部删掉。这样呢，你的 iPad就好像你刚买的时候是一样的。大家可以看左边呢，这个符号一直在转动，就说明呢它现在还在备份你的数据。然后上面呢也能看到，最上面能看到它备份你数据的进程，基本上很快就完成了，因为我刚刚备份过。如果你的 iPad 或者 iPhone 都比较满的话，这个备份可能是要花很长时间，有时候甚至1到2个小时，根据你的内存的大小。大家可以看现在呢，这上面这个 Backup 它备份的进程很快就要结束了。现在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备份呢已经备份好了，
大家看这个 Backup Now 又变成黑色了，刚才是灰色的，也就是现在你如果想重新备份，你可以点击它就可以备份了。那么上面大家可以看这个备份的进程已经消失了。另外呢，在这个位置刚才是一个转动的图标，现在呢也消失了。所以说现在呢我的备份就完成了。那么我就可以呢把我的 iPad 从电脑上给它拔下来，然后呢开始设定怎么样恢复到出厂状态。同样在 iPad 上呢，到这个设定选择通用，然后呢选择这个还原。在还原的上面，最上面大家一看呢，有还原所有设置和磨掉所有内容和设置，我们要选择第二个。这第二个呢，你要把所有这里边的数据全部要抹掉，所以说呢，它要再重新问你，让你确认。那么你要确认，如果你现在还有些照片正在上传，它也会警告你说现在正在有一些数据在上传到 iCloud 上面去，云盘上。那么你要确定一下是不是要抹除。你要确定的话，它让你输入你的苹果的密码，这防止别人帮你抹掉。如果你确认一下，这样的话，它就开始可以抹掉你 iPad 上的数据。那么它非常慎重，你看它反复要再问你是不是要确定这个操作。现在的 iPad 呢开始恢复出厂前的状态，把所有的数据全部抹掉，也就是删除掉。这个过程是不可以恢复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还没有把你的数据备份在计算机上，这样的操作非常危险。现在呢，已经恢复完成，先进入语言设置。你现在可以选择英文或者中文，选择你所在国家的位置，这样它可以给你提供定位的服务。它开始给你设置语言，现在中文已经设置好了。如果你有 iPhone 和 iPad 两个都有的话，你可以把两个设备放在一起，这样设置会更简单更快速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把它插在电脑上来选择恢复备份，也就是它把你前边备份在电脑上的数据再把你恢复到你的新的这个 iPad 里去。iPad 数据完全恢复以后呢，我们再到它的设置通用，然后选择 iPad 空间，然后在这里你可以看出我这边呢这个其他部分都变得非常小，然后右边呢位置就非常大，然后到这个屏幕的最下方你可以看出来我的其他现在只有 2.98GB， 本来原来是 12GB， 所以说一下我就腾出来10个GB 的空间。这样呢，我的 iPad 就有充分的空间来运行其他 APP 或者保存我的照片和其他数据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，请你一定记着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的视频了。